大家好，我是振三。我们今天的话题，地標在新疆的吐魯番，歷史上叫高昌國。這裡也就是金庸老先生在《白馬嘯西風》當中提到的西域古國。傳說在高昌王徐文泰修建的地下迷宮當中，藏有驚人的財寶。稍後我們就來聊聊這個古國的傳聞和故事。那麼，在真正的考古發掘中，所謂的高昌迷宮裡發現的又是什麼呢？餃子，對，你沒聽錯，一盤餃子。你問我是什麼餡兒的？據說是韭菜牛肉的。那麼我為什麼要用據說這個詞呢？這就不得不說說我在查詢這期視頻資料時被啪啪打臉的事實了。根據網上的說法，這隻餃子曾經經過 DNA 定序與植物遺存鑑定，已經證實了餃子的餡料是牛肉的，而且裡邊還有韭菜、薑和大蒜等調料。據說好像還是湯餃。首先，我當時就懷疑，牛這種在古代必備的生產力，就不太可能登上普通人的餐桌。即便是用作殉葬，也是極少會出現在平民墓穴的情況。所以，如果有肉，也應該是西域地區最常見的肉類——羊肉。但實際情況是，這是一隻1300歲以上的餃子祖宗了。雖然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餃子，最古老的餃子其實就在它東面的鄯善出土。由於它彌足珍貴，根本就不太可能做破壞性的檢測，我們只能進行合理的推測。相比於肉類，韭菜還是有一定可能性的，因為唐代確實有韭菜、大蒜，甚至是芹菜、蘿蔔等蔬菜。在今天的吐魯番，也依然有韭菜的種植，只是韭菜本身和食物搭配的口感比較講究。那如果羊肉和韭菜搭配的話，不用我多說，請大家自行腦補。那麼我的最終結論是，如果有肉餡兒，極有可能是我們今天吃到的羊肉蘿蔔餡餃子。如果是素餡的，那麼可能性就更加廣泛了。畢竟在華人眼中，餃子包天包地，一切皆可包的特性還是深入人心的。那麼在今天，我們從南到北，全球華人甚至日本、韓國乃至東南亞國家，餃子已經根據地方特色演化出了千奇百怪的餡料制作方法。唯一不变的是它傳承的美味與文化烙印。在阿斯塔納出土的其他文物，甚至還有餛飩、月餅、各種花色的點心等等。我們再看看這隻寶相花的月餅，比我們那種印着恭喜發財的月餅可要高雅多了吧？但是看着這些，你不覺得奇怪嗎？這裡的食物全是中原地區的代表性食物，怎麼就成了一個西域古國的出土文物呢？這就不說一說高昌的居民了。這裡的居民大部分還是以漢人為主的，也有少量的粟特人和其他國家的僑民。他們大致上還是脫胎於中原文化，但是又擁有自己的文化特色，各種宗教並行。你像佛教、道教、拜火教、摩尼教，都能在高昌找到信众。總的來說，這還真是一個具有包容性的城市。說到這裡，大家有沒有想過，一個在古代高昌的孩子會不會上學呢？那上學，他們又能學到什麼呢？他們當然會上學，而且貌似學業還是很重的。我這裡有一份高昌小學生的家庭作業，給各位開開眼。圖片中展示的文稿出自阿斯塔納古墓群363號墓，
這是一份唐朝時期高昌當地私塾學生的作業，由一位叫卜天壽的12歲小朋友抄寫的。他抄寫的內容是《論語》正式注和千字文。看來《論語》是他們當時的主要教材。在作業之餘，他還即興地創作了打油詩來吐槽老師。寫書今日了，先生莫嫌遲。明朝是假日，早放學生歸。看看，無論到什麼朝代，小孩子在學習這件事情上，心態都是一樣的。據說完整的文書長度達到了5.38米，看來當時的作業量可真是不小。雖然這是一則趣聞，也有極高的考古學價值，但似乎又有什麼說不通的地方。或許你也發現了，是什麼人習慣把作業本作為陪葬呢？或者說，這位頑皮的卜天壽同學，難道12歲就夭折了嗎？這不免讓人惋惜。我其實也和大家一樣，帶着這個問題問了 AI， 甚至查閱了多方資料。由於確切的資料較少，不能給出一個標準的答案，只能根據現有的情況推測出一個大致的方向。或許大家有知道其他說法的，也歡迎你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。首先，我認為卜天壽並沒有在12歲夭折，因為在阿斯塔纳363號墓的土洞式墓室裡，一共停放着2具仰身形態的遺骸。經過人類學的骨骼鑑定，這2具遺骸均為成年人，而卜天壽的文書上留有2處的關鍵信息，一處是景隆4年3月1日私學生卜天壽，另一處則是西周高昌縣寧昌鄉後豐里義學生卜天壽年12壯。這就說明了，如果這是卜天壽的墓，那墓裡應該有一具年齡在12歲左右的遺骸。一般不太可能成年人死後用兒時的物品來陪葬。之後就是另外一個比較懸疑的問題了，這本作業是怎麼到了別人的墓穴陪葬的？這顯然比前一個問題更加匪夷所思。我的推測邏輯鏈是這樣的，因為紙在當時還是比較貴重的，因此在學生写完作業以後並沒有丟棄，而是拿回家或者放在了私塾，後被當作廢品變賣。由於古代有着以紙代帛的葬俗，甚至用廢紙制作紙鞋、紙帽等隨葬品，所以有很大可能是被以廢紙买下，代替隨葬的织锦，被埋入一般人墓穴的。在考古發掘的真實歷史中，高昌人的生活似乎也和屏幕前的你我一樣，有血有肉，充滿着烟火氣。金庸老先生筆下的高昌迷宮，歷史中並不存在，而建造這個迷宮的高昌王瞿文泰倒是真實存在的。這又牽扯出另一位歷史大咖玄奘，有關他們的故事卻並不比金先生的小說遜色。故事發生在大唐贞觀3年，玄奘偷渡出關，抵達伊吾，也就是今天的哈密。高昌王瞿文泰聽說後，立即派遣使者，並準備了幾十匹上等好馬，連夜奔馳。沿途設立驛站營後，玄奘隨眾疾行6天，抵達了高昌王城。時至半夜，瞿文泰早就不眠不休地等待了多時，並且親自帶人舉着火把迎接。當他把玄奘安置在王宮後院的重閣寶帳中，瞿文泰激動地說：“弟子聽聞法師大名，高興得忘了吃飯和睡覺。我和我的妻子都徹夜未眠地讀經等您。”天亮後，國王更是淚流滿面地稱讚玄奘獨闖沙漠是個神蹟，隨即安排全國的僧人同住。
開始遊說玄奘留下。玄奘在停留10幾天後，執意西行。瞿文泰軟磨硬泡無果，當場變臉，甩開袖子威脅道：“弟子有別的方法處置法師，要麼您乖乖留下，要麼我就把您強行送回大唐，請自思之。”玄奘隨即回答說道：“玄奘前來是為了至高無上的佛法，今天遇到障礙，您只能留下我的尸骨，我的神识和靈魂，您永遠也留不住。”隨後，玄奘端坐原地，绝食入定，整整3天，甚至連一滴水也沒有喝。直到了第4天，玄奘氣息奄奄，瞿文泰徹底被玄奘的決心震撼，跪在地上叩頭謝罪，答應放行。但他要求2人必須在母親張太妃面前對佛盟誓，結為異姓兄弟。為了履行承諾，玄奘答應留下来講授1個月的人王般若經。每天開講時，身為一國之君的瞿文泰親自手執香爐在前面引路。當玄奘準備登上法座時，瞿文泰整個人低低地趴在地上，當作腳凳，讓玄奘踩着他的背走上去，天天都是如此。講經結束後，瞿文泰把玄奘西行上升為國家戰略，直接給出了20年的物資清單。那麼我們現在就來看看這份清單裡到底都有些什麼。首先是人力方面，剃度4名沙弥，充當侍从，給予首例25人。然後是裝備方面，特制的法服30具，以及面衣、手套、靴襪等御寒衣物50多件。資金方面，黃金100兩，銀錢3萬枚，绫绢500匹。馬匹方面，戰馬30匹。最後，國王親自撰寫24封國書，每一封附有大绫1匹為信物，通報沿途24個西域國家，並備有绫绡500匹，果味整整2大車，獻給西域突厥的葉護可汗。信中寫道：“法師是奴才我的弟弟，願可汗憐愛師父，就像憐愛奴才我一樣，懇請各國一站站地護送出境。”出發當天，高昌王、大臣、百姓，幾乎全城的人都出來送到城西門外。瞿文泰抱着玄奘，痛哭失聲，哭聲震動郊野。國王親自下馬，步行陪送了幾十里路，才依依不捨地道別。玄奘感念恩情，與他立下君子之約，等去印度求法歸來，一定回高昌住上3年，接受供養。然而命運卻極其殘酷。公元640年，高昌因為聯合西突厥對抗唐朝，被唐太宗派侯君集攻滅。瞿文泰在唐朝大軍壓境的交困中，突發疾病去世，高昌變成了唐朝的西周。當貞觀19年，公元645年，玄奘滿載佛經凱旋，準備履行3年之約時，西域已無高昌國，故人已入黃土。這段始於狂熱，終於赤誠的知己禮遇，最終以國破人亡，徹底錯過而遺憾收場。聊到這裡，我們今天高昌古國的歷史趣聞也就慢慢拼湊完整了。這是一個從國王到高僧，從皇家到平民，
都非常具有生活氣息和人文情懷的西域古國。其實，從我個人而言，我更喜歡有溫度、有生活氣息的歷史故事，而不是那些冷冰冰的歷史年表。畢竟，我們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粒塵，既然是塵，也必然歸土。所以呀，我還是覺得餃子餡是什麼材料，更讓我覺得有趣。那麼你呢？你又愛吃什麼餡的餃子？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看法。我呀，還是那句話，看歷史就像盲人摸象。今天我還是不知道我摸到的是不是大象。我是振三，感謝您的觀看，歡迎點讚和關注。我們下期視頻繼續出發。